经检测的邮件，外包装表面2件，内表面2件，文件类纸张标本8件，14张皆带毒。这本身已经很不寻常了，这是让加拿大卫生部长都只能用很不寻常来表述，根本就没有否定和反驳。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针对北京奥密克戎病例，加拿大卫生部长的回应不寻常，而一些说汉语的网民表现更不寻常。环球网综合加拿大广播公司全球新闻报道，17日，加拿大卫生部长杜洛克在被问及北京首例奥密克戎病例曾收到自加拿大发出的国际邮件相关问题时，他回应称这一说法不寻常。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天被问及你不排除加拿大邮件将奥密克戎引入中国的可能性吗？这个问题时，杜克洛回答称这个说法不寻常。他还说，我不是专家、医生或者生物学家，我会让专业人士提供正确的建议和观点。他的回应是说这个说法不寻常，在我看来的确很不寻常。不寻常之处在于邮件的原始首发地是加拿大，途经美国和中国香港。那么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奥密克戎病毒是在加拿大染上去的还是在美国染上去的？要知道，现在的国际国内邮件可以精准的记录到几日几时几分几秒办理的。如果顺着这个线索溯源的话，只要美加两国不阻挠，那就不难溯源查清了。如果加拿大和美国邮政机构办理邮件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感染奥密克戎的话，那就绝对坐实了是人工行为，是故意投毒。即使加拿大和美国邮政机构触摸到了邮件的工作人员都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也应该只是邮件袋的表面沾染病毒，几乎不可能造成邮件袋内部的所有纸张也都沾染了病毒。因此现在只剩下2种可能了，第一种是寄件人感染了病毒，第二种是有人采用特工手段拆开了邮件，然后人工把病毒沾染到了邮件内外。中国要想查清楚寄件人是否感染病毒很容易，让北京那个被感染的病例一个电话、一封邮件、一条短信或者微信就能解决。最难查清的是第二种，美加两国不太可能会配合中国。但其实只要第一种情况被否定了，第二种情况也就坐实了。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总之都是人工让邮件内外都沾染了奥密克戎病毒，所以这是的确很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国内竟然有些网民对于关于境外投毒的说法极为愤怒，说这是胡说八道，制造国际矛盾，邮件经过消毒的，怎么可能还会带有病毒等等，表现得好像是自己被冤枉了一样，比加拿大卫生部长还要着急和气愤厉害多了。我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介绍了，这是北京疾控中心监测的结果。该国际邮件1月7日从加拿大发出，途经美国和中国香港到达北京。病例患者1月11日收到邮件，本人自述在此期间仅接触邮件包装外表面和文件首页，而且已经核实病例患者没有外出旅行史，也没有接触过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的人，因此可以肯定是接触沾染了病毒的邮件所致。难道北京疾控中心会造谣吗？经检测的邮件，外包装表面2件，内表面2件，文件类纸张标本8件，14张皆带毒。这本身已经很不寻常了，这是让加拿大卫生部长都只能用很不寻常来表述，根本就没有否定和反驳。但有的华人却愤怒异常的留言说，这是纯属造谣，制造国际矛盾，邮件经过消毒的，怎么可能还会带有病毒？他们的表现真的很不寻常。邮件消毒
也只可能对外表进行消毒，没有人有权拆开人家的邮件，里外都消毒。这种人是不知道还是故意不知道？这样的表现反而巩固了一直有人判断的里应外合、故意投毒的说法。当然，我们不知道说这类话的人到底是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人，还是在国内的华人。总之，他们的表现很不寻常，我们一定要采取超常措施，严密防范人工投毒的反人类罪行。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